信心，就他对于自己的这套兄弟们这5个人，对这套阵容，对这套阵容他比较满意的。反正他也来到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，我觉得算是巅峰期了嘛。来吧，看一下双方第2局比赛。他真的就是从来到 KSG， 然后成为现在慢慢的舰队成长起来。大哥位。是的，鲁班大师空空儿没有问题。盾山怎么说？打司命搬掉。这个鲁班大师，因为 KSG 他们上一把用过了，所以这基本上是卡死一个班位。然后狼队的话，这个盾山加上空空儿也基本上是卡死一个班位。然后现在就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吃叉这个点，对吧？然后苏烈先选了苏烈，看 KSG， 那就有给我的感觉就是像之前我们一抢张飞的那种万金油英雄，我先等一波。然后苏烈抢出来的话呢，基本上在下路的双人组的对线强度上 ，KSG 这把在蓝色方是坐稳了，就是我在射手位基本上搭一个任何一个英雄，只要我中轴的兵线不会太劣，有能力争夺的情况下，我下路的这个红隼的争夺都是基本上是手拿把掐，是稳的，因为苏烈的对线都太高了，血换血。然后狼队的话，则是强化了自己的中轴，然后在边路上，上一把边路确实太难受了，所以这一把他来一把狂铁，我做强边路。但是流浪直接掏英雄了。对你沈梦溪出的早，那接下来就是 KSG 这边不是火舞就是长河。但是 KSG 上一把打完了之后，发现只要我的正面强度前期足够高，我一波团打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运掉狼队。这个嫦娥选的其实是真的挺妙的，他能一下子把正面的这种压力就减小了不少。下路半途 KSG 已经绝对优势了。狼队游走位出什么都没有办法跟 KSG 在中下半途争夺。现在狼队只能想的是，我在下路来个忍射啊，来个熬影，忍住，然后倒载抗压，然后开始帮助龟姬上半途做绝对优势。哎，看看，主要这把中轴上也没有太大的优势，毕竟是个嫦娥。阿古朵搬了，阿古搬呢就是大司命的回合啊。裴擒虎、阿古朵，大司命搬了，大司命走得更早，大司命走得更早。阿古朵搬了，这边再搬个关羽。快手，看快手接下来的班位是不是还是要给小胖杨戬？打野有点捉襟见肘。他还有个朵莉亚杨戬，他没搬朵莉亚，他搬了杨戬。下一班，朵简确实是现在不能放给狼队。如果你给狼队出个朵简的话，在上半途 KSG 就炸了。纳克露露不给句号野合，老虎露露全搬。有没有宫本的说法？宫本吗？感觉有点冷门了。对，就因为小胖出宫本武藏确实不是很多，在整个年度总决赛期间是一把都没拿。但会。张飞来个应付的正面对抗，包括跟苏烈的碰撞，稳扎稳打。换了墨子，在整个年总期间一生的墨子的表现是非常惊艳的。对，他在今年的年度总决赛，墨子组合，先把墨子选了，打野藏了一手，那原坦直接拿，这个原坦有点以选代班啊，不给狼队，然后马超再一拿。那是很有意思，墨子拿出来就算配个敖影，他对线感觉也不带抢中轴的，能打什么太大的优势。他基本上这把敖影拿出来就下路自己一个人玩。看墨子打苏，但他们好像真的很喜欢用墨子去打苏烈，之前打的蛮多次的。下火蹲了，只能这么选了。那狼队这阵容感觉在红色方 pick 的有点难受啊。我觉得在他们自己的范围里，只能说你不能说这个阵容占太大的优势，但是他们喜欢的打法。他上半途是强的，他上半途，但是 KSG 他这个中轴的能力还是很猛的。他没办法，你只拿到嫦娥一点都不奇怪，但是嫦娥送不上班位，没办法的事情。嫦娥送不上班位，因为你是2楼出的沈梦溪，他3楼出的嫦娥。然后用这个墨子来打这个苏烈，在整个前面的比赛里已经见过好几次了，他们是喜欢用。对，他是用墨子，一方面是对苏烈，还有一方面就是打沈梦溪的中轴，因为沈梦溪中轴很强，但是沈梦溪遇到了嫦娥，所以他补了个墨子，来用墨子加沈梦溪1+1大于2。来去对抗 KSG 的中路线权的，然后他在5楼的位置补了个夏侯惇，这个夏侯惇一出的话，是因为
为快手他拿了这个圆坦，他补夏侯惇也是一样。我如果2对2没有办法跟你抢过线权，那我就3个人过来跟你抢线权。那狼队就是我下路不管了，我这个中路是一定不能丢的。所以他点夏侯惇加墨子这2个点出来之后，配合沈梦溪中轴 KSG 赶过来跟他抢线，狼队就直接打他。就是你圆坦过来我都跟你不打你。怪点就是，其实你单看KSG 这3个兄弟啊，也不弱。苏烈、长河、圆坦也不弱，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手有点短。对，苏烈他应该会考虑帮戈亚，因为有一说一，我们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帮优不帮烈，对吧？你中路能自给自足，你就中路自给自足；你吃后线就吃后线。但是苏烈在下路是一定要帮戈亚稳住线权的。看看吧。然后上路是 KSG 的劣势线，然后下路是 KSG 的优势线。狼队的话，上路是绝对优，中轴抢完上路去拿3野怪，下路all in1个人吃塔线，然后下路3也可以都给没关系。但上半图狼队这把绝对不能劣。既然把归期换上来了，他在上一局比赛下路在底下替补看了那么长时间，他也清楚的知道了 KSG 的路子。而他是属于临危受命了。双方的第2局比赛，看这把狼队能不能拉扯好吧？这个阵容就变成狼队拉扯了。优势的情况之下，狼队这个阵容会一直消耗 KSG， 一直消耗 KSG。墨子1炮，沈梦溪2雷，然后他们这个阵容也比较难去把夏侯惇造击杀。这把我会其实更多在一点，我觉得刘星的发挥啊，因为其实，在句号把自己的谭野跟野河全部回到正轨上之后，其实变相的，那你的对抗路也需要能够去适配它。那你在这种站边英雄上的发挥，这把能不能匹配得上？对，哎，值得一看。来吧，双方第2局比赛，蓝色方 KSG， 红色方重庆狼队，比分1比0，进入比赛。第一波线权，狼队绝对优势，抢完了之后就走。然后沈梦溪墨子看是不是要往上靠，去帮狂铁拿上路的赤甲。来了，对，拿了赤甲，接下来就是上路的这个空间之灵。再看一下两边打野的开野的方向啊，都是蓝网红是吧？但是流向不同。拿劣质，拿完劣质之后上路过线，过线再拿边路的空间之灵，然后让沈梦溪传中。都看一下流浪这边选择帮忙提了一下速，但没办法，原坦前期刷野速度确实是个问题。夏侯惇补中了，疯狂的帮忙提速啊！因为圆坦的话也是一个需要帮忙提速的。圆坦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刷野慢，是他其他的基本都是优点。就他队友帮他提速的话，圆坦就绝对完美。是的，然后他就是腿有点短。中路3个人再吃，就苏烈这里也没有选择直接开局就一定住在下路，反正现在就是因为下路我觉得可能是个all in的原因，就放倒仔自己玩呗。下路倒仔绝对抗压，这线上你怎么着也不可能all in压着戈亚打呀。是。墨子过来做一些波协防就行了，就是把视野给到，不要被越。高频的爆中左，苏烈已经留好技能了。这里如果小胖刚才再往草丛走一步，就要挨打了。但小胖大招只要捏手里的话，也不会死。是的，然后去上路继续反一个吃甲。这波婉星靠上了，中路动手，先打起来，但并没有逼出召唤师技能，很谨慎。上路狂铁1个打2个，退了。把线清完，婉星回头想帮流星拿这个空间之灵。看一下河道的位置已经赶过来了，这波是一波多人之间的碰面，狂铁的常人性的留人，没碰起来，选择撤退。因为空间之灵已经打完了，所以退得很及时。其实打大家都得谨慎一点，其实包括像 KSG 这个中野辅啊，他这3个人的控制是拉满的，嫦娥、苏烈加个圆坦，你要真被控住了，除非是你把 TJ 顶掉，不然真的是空个没完没了。基本都动不了。对吧？反个小野，下路压力。所以真没辙，就是发育路这儿确实没有压力。所以你看苏烈他动的也非常快，到处乱跑。
敖影这个位置，这是想让墨子、沈梦溪靠过来，然后自己闪现开上去打一波，顶伤害全部打到了戈亚的身上。但是可惜没完成击杀，但中路的位置来了，但夏侯惇比较肉，还好。对，刀仔这一波是把自己的闪用了，但是并没有逼出风萧的闪，他想的是把风萧的闪现逼出来，因为马上龙团了。风萧如果没闪的话，那这一波龙团风萧的位置可能就不是很好打。但这波想法是好的。但是没逼出来，没逼出来的话，主要还是因为晚星在正面拦住了子焕和医生，并没有让他们给上技能 combo， 否则风萧的这个闪是必交的。这抢中的速度是真的快。哦，彼此还能拆这三个人。三前排的意思。看这波龙团，你说，马超还在对抗路，这个龙应该是放了，看这个动作不好争，因为马超也没来，袁坦也没来，正面狼队是爆了5个的。上路看到你正面龙团爆5个，流星直接截波线。这把像李九说的一样，就是晚星在加入到快手这个团队之后，他在边路的carry 能力，流星啊，他的边路的 carry 能力，使用的马超这个英雄还是很考验的，因为他在 K 甲的时候，在整个夏季赛增补到了 XYG 的情况下，他的马超就只用了1把，哎，还是不算多。对，然后再算上他在 KPL 的比赛赛程里，他的马超总共加起来就只用了2把。听起来还是不多，但是反正就是看一下吧，因为句号现在把自己真的是磨合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状态。那你上野本是一体嘛，换塔了，换节奏，咱们打的还是像第一局一样，相对比较平稳。那这把苏烈不好开，因为有墨子，对，他太好断你了。看主要是狼队这里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动作啊？就这2把的狼队，像第一局是有一些开的，但我总觉得他对我看着要温吞一些。这一把是因为阵容原因。对，就是他们那种往野区扎的动作，没有之前那么多。经济都持平的。又来了，只要不给晚星蹲草开他们，那狼队就比较好打。这不来了，直接贴脸大闪贴身，先拍医生，医生拉开了距离，回头反打给一炮，断一手，速队拉扯得开来。狼队打完就走，看到见 KSG 的人全部都靠过来了，也还是没有太多的碰撞。马超这个位置来了，范血量没有到斩杀线，也没往里钻。晚星是想开的，他们这个阵容非常需要开团，先把碰撞打起来。加一下状态，选择了摸防御塔。墨子过来做协防，能够拉走。2个人在上路防住了 KSG 4个人对于一塔的压制。狂铁啊！这波换塔算是小赚。这样的话，你上路没拔掉，下路道仔一个人拔了一塔，就断了 KSG 的节奏。但这种都是小打小闹啊，看起来不构成打破平衡的那种。还是要等龙团。狼队再拿一条主宰，让暴君主宰前期2条龙全收。红 buff 让了。KSG 这个阵容，如果他要是正面开不起来的话，那就去带吧。我认为他这个阵容，戈亚加上马超，就一直去带好了。他这想开很容易开啊，他能开团的点有点太多了。他放了除了马超，其他4个人全能开。流浪。只是他想开与不想开。现在马超的跑图速度也会非常快，就算他正面4个人开了，马超往过赶都来得及。对，他现在就是袁坦加上苏烈的强度足够高，所以他在正面3个人见到狼队4个人的话，他其实都是不虚的。因为他可以退，我打不了，我能走。这儿没有找到好的开团时机。狼队在道仔的伤害没有起来之前，想要完成对于句号的击杀是有点困难，这不现实。所以 KSG 既然在正面少打多的时候，利用阵容强度能站得住，那就赶紧抓紧时间，利用这个时机打131，去补风萧、流浪和流星他们的经济，去把这3个点的经济给他补起来。主要是射手位上的落后，对抗路上倒是真没啥区别。
因为狼队需要给刀仔喂钱的。还是继续分带，看起来两边是要和平发育到10分钟了。 8分半的龙，这是有点 S 组比赛，这个时候你说它好看也难说的点，给他没有绝对的把握，但真是不敢动手，还是拉扯居多。这就是进攻阵容遇到拉扯阵容有的画面。是的，你开不到他，但是你又不敢上去跟他打死团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这没办法，只能耗着了。对，互相耗着。这一波过来，关键抢龙，巨豪打进去一个成绩，精准把龙拿到手。是的。然后在旁边的苏烈在吃起火，然后残血大招闪现拍莫子，这边可能被动，莫子带个大刀定在原地，然后敖影大刀直接往龙坑里去喷，落地之后再 A 一下带走了巨浩，回头继续打，又将晚星给带走。夏侯惇虽然阵亡，但是敖影还能够跟输出，又收掉了一个。就这条龙虽然是抢到了，但好像并不赚。 虽然都是残血在面前，但是马超并没有办法再进去打后续的收尾团了。哎，团打的有点散，一炮一雷，再来一下一个2，追着打，再来一颗雷，非常兄弟小走位，差一点点啊！这一炮中了，流浪就没了。哎，很能扭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团战的回放。 第一时间，苏烈是被拦住了。风萧打了一个黑纱爆弹之后，自己侧面被炮逼了位置，然后墨子的控给的控的也非常好，把晚星第一时间控的也动弹不得，就只有马超侧面进场，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但是马超这里似乎也没有找到什么特别好的机会，能够去完成收割，只能插了一下归期，但是不解决问题。流星并没有能够彻底威胁到道仔啊，就感觉没什么太多的，没有给到后排什么太大的压力。对，就流星这波团战让我感觉的就是道仔他。 没有，就身边就像没有马超一样，兜了一圈。对他大招进龙坑之后，就在后面一个一个收，一个一个收。换龙，就左边那口子，其他人又过不去。换掉了。而且刚刚 KSG 的那一波团给我的感觉是抢到了10分钟的暗影炮群打的那波团，就是兄弟们龙拿到了，他们已经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就巨号跳进去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打了。啊，狼队把中路的1塔一拔，让嘉文打出来。但这俩我感觉还得流星发力。 还得再补钱，因为其他几个人还是以前排的成分居多。风萧这个戈亚也不够，好均衡的经济啊！只有一个马超领先一些。就感觉真的比之前打的，虽然说感觉年轻的面孔更多了一些，但感觉杨教没在场上，这支队伍。就是，但是其实晚星一直在找机会开的。晚星这一把比赛，他的2波大闪开的，他不是蹲草拍，他是团战触发了之后，然后打了一会儿，然后再拍。其实拍的还是蛮不错的。就是这局比赛 KSG 还是那个问题，既然把经济都喂给马超了，我们还是得等马超的画面。得有回响是吧？对，狼队也是一样，把经济都喂给了敖影了。那敖影在团战里面也得打出来。你说狼队这阵容，如果敖影没钱，他能打吗？他也打不了。 啊，他这把肯定有画面，对吧？因为你会有人走到脸上给他打的呀。但是他选马超的话，马超就是给盯敖影的时候，你得让敖影飞起来。风萧也破晓了，两边的1号位在这一把站的都是很明确的了。越逆风快手估计是越不好，越不敢开的。下半图互助，让马超带一波线，不错。第一时间的话没有能够控到。 我只能巨号拿掉。你看风萧手头也没有红 buff， 打架估计还要犹豫一下。而且血量被下的有点多，这里感觉又没法开了。流星这是一个绕后位。下路狂铁把线截了，狼队进到蓝区，往前挤。对，马超选择继续带。 嫦娥是远端过了波线啊，也行，直接给高地上压力。那这波得走啊，狼队不走的话下高要没了。围魏救赵过去了，1枪2枪3枪，拆不掉了，再来1枪。那兵线不够，磨残了。因为主要还是因为下路狂铁归期把线截了，他在2塔的位置把线截掉了，再截。但是不让马超有高地压力就行。
没错，追着捅。哦，第一时间队友全部都河道往过靠接应一下。好，刀仔破军了。但是我在等破军，你在等什么？他现在这4件套，3火魂要是甩到风萧的脸上，这么打不是这感觉，你发现没？这两支队伍就是谁被拉扯谁麻烦。上局有点像。进攻阵容打拉扯阵容，进攻阵容如果找不到好的开团的位置，就是拉扯阵容更好打。位置卡住，马超估计要奔着高地去了。句号想要跳龙坑抢吗？算了。什么进去出不来了，高地应该是没了。马超上路又来了，继续带这一波兵线足够。KSG 开始，你既然正面传上拉扯我，那 KSG 就利用马超的这个单带点，开始不断的限制狼队的边线。队友来接了，咱要硬从河道过去留这个马超，有可能吗？感觉也留不住。刘星已经神装了，他现在单带上，狼队这套阵容是没有人可以管他的。是的。狂铁对他前期的压制就只限于前期。炮中了射手，闪现一锤，风萧直接被打到残血，给个救出，接了一手往回退，all in大招上天。这一波的马超找到all in了，回喷落地，但这一波顶回来一下，或者给一炮。刘星这个晚星这个位置直接倒了，但是在人群里面句号也扛不住。这就是当 KSG 团打到一半想要走之后，医生的墨子把人留在那个地方。他是一炮打射手把团开起来。后面这炮好像一炮打了4个，然后再接大招的控制，上路高地推掉。龟七也是真能扛，扛了70%多的伤害，应该有回放，等会儿可以看一下。就第一时间其实想要撤走的时候，是一炮开启了团，然后后面又一炮留住了人。3火魂灌上去，这就是有破军的all in。马超怎么办？看能不能截一下兵线。这现在出现问题了，上一波流星找到了刀仔，成功的把all in打上了天。但落地之后发现好像没办法处理。是的，就他能够逼all in大，但后续的团战不好打。只要看一下一会儿有没有回放啊。主要是风萧，他被龟七这个地方拍起来，被瞬间打残了，让风萧失去了第一时间的团战跟伤害的能力。然后马超又要去管all in，所以剩下来的人流浪、句号、晚星他们仨。是没有办法击杀掉龟息的。本来看着好像还有画面，那看一下应该是个一炮4响一炮一个，然后过来一技能顶一下，调位置，这一炮啊，这一炮，对，扎堆了，一炮4个人扎堆了，这一炮太关键了，就他这波团战的画面感太足了。不好办，这 KSG 的团战现在相当难打。原本 KSG 想的是我上路来接一下马超，但没想到团就打起来了。只要那炮要没有打到戈亚，不一定开。想要突破掉这个墨子的火力线，火线还是有点难啊。不是很好。一炮3火1颗雷，谁吃都难受，顶不住的。主要现在他这个装备句号也扛不住。马超来了，给后排压力，再来一枪，打出all in大招，往回推，墨子一炮又是2个人，但是上去all in大招往回喷，他也得很小心墨子这个大招闪现。马超逼all in大招是好逼的，那2枪的事情。但逼出来之后 ，KSG 不能上头。但其实如果要是把all in他逼出来之后 ，KS 就不能从头打的话，感觉好像又没用，对吧？那他直接不打了，他等下个大你怎么办？白弄了，这必须得上头。这个头得上得很精准，就上头且能赢。是的，这打还是得打。二狼队去等个刀仔大招回来，你怎么办？黄铁位置被看到了，这是明着出来的压位置。把人逼走，狼队目的性非常明确，要这条龙。句号感觉有点想抢的意思。这一波拍一下，拍2个，被打中的被动，戈亚在旁边一直冲，但是龟七怎么靠过去了？all in直接开大招，沈梦琪先被拿下了。马超一枪拉扯出团战的画面，然后继续在侧边找机会，这边让小胖上去扛，马超直接2连戳进去，打出了一个复活，再来一枪，把刀仔成功处理掉。出来再跟刘星再来一枪，他还要复活2连身上依旧能捅，站起来，再来一枪，刘星，他真像刘星一样，一波把狼队的
个团战，等一下，好像要一波了，要一波了！流星真站出来了，一整局的比赛非常精彩，意想不到的一波翻盘，通过一波团战完。